好，各位大家好哈，我们现在来到了阿里山哈，今天呢要带大家去走一下那个水杉巨木。那我们呢采用步行的方式进去，那中间呢我会省略掉一些步行的一些画面不需要整段的拍。然后呢一路的我们从阿里山的深知道的方向一路的走进去，再往那个藻坪的方向走哈，接着再往水杉巨木的方向走。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走吧。这边呢算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入口，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远远的那里稍远的地方那边呢，就是阿里山里面的 7-Eleven 光是阿里山这里面至少有2家 7-Eleven。那当然，在阿里山的7-Eleven后面就是阿里山小火车站然后这边呢是整个商店街的街区商店街的街区旁边呢，右手边这里后面游园方向的那个牌子后面是阿里山邮局看起来好像一座宫殿一样现在呢，现在我们就从这个阿里山的这个火车小火车的这个铁桥，这个铁桥是5线的铁桥，这边底下的这个铁桥底下从康这边走过去，走进去一路走深知道进去前面的屋子那个叫做祝山林道管制哨那也就是阿里山森林游乐区的一个进去在这边左边全部大概都是属于杉木林其实这边的树的话，树种阿里山的树种主要分为柏树就是北国红桧，还有杉木林、杉木树然后呢，再来还有南科的树木再来就是还有松科的树木，基本上大概这几种。那当然，日本人来到台湾，在阿里山至少种了大概8种以上的樱花到了每年的3月中下旬，到了4月多那阿里山的樱花呢就开得非常的旺盛，叫做阿里山樱花季森林里面是不可以抽烟的前面那一块石柱就是深知道了然后我们就顺着人车分道的步道走进去，然后往藻坪车站的方向走真的是很舒服像这片森林呢，就是属于块木、杉木的混森林，有扁柏，有红桧，那当然有比较大量族群的是柳杉那这边的这边的树林呢，基本上是属于半人工的这个人工造林的一个方式当然也有天然生成的这个天然的这个柏树的种子柏科的种子飘下来之后所长成的树林我现在呢选择不走步道，选择走柏油路，这样子会感觉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坡道也比较缓。不过这样不太好了，还是走步道比较安全小火车准备从这边经过咯这个就是阿里山的小火车。不过现在小火车从嘉义到阿里山的话，只有到十字路那个地方。那园区里面有另外一段是园区里面自己的小火车
过这个横架桥哈，待会呢看到前面哦，待会看到前面呢有个岔路啊，岔路如果往前直走的话是到寿真宫，往右转就会到早平公园哈。那我们等一下选择往右转，往早平公园的方向呢，就可以到水山巨木哈。同样的，这个方向呢，也可以往柱山的方向啊，柱山观景台的方向啊，也是往这里走的哈。往前看就可以看得到早平公园，当然我们还是要往上走哈。好，继续往前走哦，好，加油！这条叫阿里山的湿路哈，在我们左手边这边步道哈。前面就是早平线的铁路平交道了啊。当我们步行走过铁路平交道，还是要看一下哦。不过早平线的火车的话，基本上是每半个小时一班，而且是整点跟半点一班。好，基本上大概就是这样子哈。早平线同样也通往那个对高岳，也通往柱山。那现在柱山的话，目前柱山车站正在整修，所以每次看日出都要搭小火车走到对高岳，下车以后再走20分钟左右才会到柱山观日平台去观日出哈。大概预计2023年的7月多吧，记得没错，7月多柱山火车站才会整修完成。哦，走到这边了，就是景光山庄哦。我刚刚看到这个警察的标志，我还以为是派出所哦。不过阿里山是有个派出所，不过不是这里哦，这边是景光山庄，是警察留营的度假中心哦。好了，我们到了，我们要往这个平交道这边进去，走这个步道进去，走到水山巨木，大概要有1300公尺哈。大概要1300公尺，要顺着这个步道走过去。那至于这个方向呢，就是往早平车站的方向哈。好，那我们就往水山巨木走吧。好，这个是水山巨木线哈，水山线哈，所以这一条哈。好 ，OK， 那基本上应该水山线是没有走火车的了哈。好。往这边走吧，它树龄是超过2700年的哦。顺着铁道的步道走就可以了。这边堆了很多铁路维修用的资材，包含折木啊等等的。继续的往前走，在这边真的有铁道的风光。然后又有森林的景色哦，这个阿里山五期里面的铁道、森林都尽收眼底哦，非常的漂亮。
水杉巨木啊，又称之为水库巨木，为什么呢？因为水杉巨木所在的位置呢，这个地方其实是阿里山的水源地哈。如果一讲到阿里山的水源地的话，其实来讲，在嘉义有一条还蛮重要的一条河流，叫巴掌溪，其实它的发源地也是阿里山的山脉哦。走到这边啊，实在是很享受，非常非常的享受哈。在森林里面的芬多精哦，尤其是早上太阳出来了以后哈，基本上它的芬多精的含量是非常的高的哈。人怕跌倒，火车也是怕翻车哈。那我们经过这个地方呢，左右两边的这个水泥的墙哈，其实就是这个小火车的护栏哈，用来防止火车翻车的哈。尤其旁边底下可能就是山谷哦，这个就是火车的护栏哦。我这么算吧，从刚刚的平交道那边进来的话，距离1300公尺，如果慢慢走，大约差不多15到20分钟会到。所以呢，大概原则上应该走水杉巨木，从铁轨平交道那边走进来，来回不算观赏水杉巨木的时间，步道的路程大约40分钟左右哦。好，我们继续往前走。这边有一个开阔地哦，现在往我们的视野往右边看哈。这个右边看的话，这里是塔山塔山呢，海拔高度是2662公尺左右，是邹族的圣山。那它有分大塔山跟小塔山，然后在塔山的山腰上面有看到那个明隧道，那个是以前的小火车的走的路线那个是用来收集木材用的哈。那这里相传呢，塔山是邹族的先民，如果过世了以后，他们的灵魂的栖息之地哈。好，那我们继续往前走了哈。好，我们继续往前走。喜欢来阿里山的人哈，真的还蛮建议走水杉巨木这条线其实并不难走，真的不难走，而且走起来又舒服。然后也可以充分的享受森林浴哈，然后呢又可以顺着铁道走这个很有它的一个浪漫的一种气氛哈。忽然想起来了一首诗，以前国中的时候，国文老师上的课，那一首诗这边到了1公里的位置，还剩下300公尺哈，加油！那首诗是王维写的哈，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下两句是什么？熊熊心我想起来了，凡以入深林，复照青苔山。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哦。刚刚远远的地方，我有看到猕猴，那只看起来不大，应该是跟家人在一起的猕猴，不过跑掉了，现在镜头也看不到了，不晓得有没有录到。希望等一下看看有没有机会。其实，在阿里山的那个动物生态非常的丰富包含有猕猴，包含有地质。那再来，还有很多的，像比如说树蛙、侏罗树蛙，然后斯文豪氏树蛙、莫氏树蛙等等的都有另外还有盘古蟾蜍，然后另外在阿里山还有一种特别的植物，只有阿里山有的叫做阿里山的一叶兰这些的植物这些都是阿里山的很丰富的一个这些的动物跟植物都是阿里山很丰富的一个生态前面还有人
看完回来了哦。漂亮漂亮，整路都漂亮。好好好，很棒很棒哈。对。哇，前面有一棵树哈，也是一棵老树哈。这个树洞中空，其实基本上树超过几百岁以后，大概都会产生一个中空的一个现象。这个叫做这棵树哈，看到解说牌叫做树洞巨木哈。基本上大概1200岁左右哈。这一棵是树洞巨木哈，相当的高耸挺拔。其实阿里山上面哦，本来有很多的这个很老的老树哈。我们讲说超过1000年以上的都叫神木哈。那这一棵就是神木的资格哦。它就是神木哦。好，我们继续的往前走。我们走上这个平台哈，再往前走不远哈，就到水杉巨木了哦。这边有一个仿古的木栈桥哈，我们走过木栈桥吧。现在是1K 加上600公尺，也就是1公里600公尺哦。好，我们继续吧。好，现在就有一些小阶梯要爬了哦。这些阶梯应该也不多，绝对不会累。虽然在森林里面这样走，穿着羽绒衣哈，其实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小热。水杉巨木映入眼帘哦。我们就来观赏一下，就在我后面有栏杆围的地方，就是水杉巨木啊。哇，好喘！到了水杉巨木。我们从底下它的树的底部开始往上走，我们来感受它的高耸与伟大。这个就是水杉巨木的高耸。我们再扫回来哈。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平台，可以有解说牌可以看，同时呢也可以稍微休息来欣赏它哈。上去到平台。水杉巨木的高超过300公尺，树龄大概2700岁哈，然后胸围也超过16公尺。那目前阿里山森林区里面比较有名的2棵巨木，一棵是水杉巨木，另外一棵就是在阿里山公园园区里面的香林巨木哈。这2棵哈是分别是目前是最有名的巨木哦。水杉巨木因为不是在园区的最比较人
最多的地方，所以来到这边看水杉巨木的人还是比较少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会觉得这边可以走铁道，享受芬多精，步道的难度又不高，所以我觉得来到阿里山游玩很值得走一趟水杉巨木。那今天的影片就介绍到这边，好，谢谢大家。